頻道，我是Eileen。那今天的視頻呢，會跟大家一起來開箱2026優衣庫 C 系列的聯名合作款。那這一次的，我發現他們推出來的單品有一點炒冷飯吧，基本上沒有什麼說太新的單品，都是把之前比較火的幾款都給它復刻了。那我想說，那我也沒必要專門就是做一整期視頻來吐槽他們有多麼的不上心，我還是呢从这一堆當中啊挑出了我覺得蠻適合推薦大家入手的單品。雖然說東西都不是很多，但是每一套搭配起來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那就穿插着我最近購入的一些單品，就快速的開始我們今天的視頻吧。那還是老規矩，我會把今天分享到的所有產品信息鏈接都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信息欄裡，以及呢我的視頻下邊呢是有一個進度條的，大家可以隨意拖拽這個進度條啊，去到你想看的那一個部分。那我覺得首先本次最值得大家入手的就是这个前面有褶皱感的这一个牛仔褲，它整個的用料是100%的棉，在腰部這個地方呢是做到了一點點這種微微的一個小彈力，所以說對於梨形的人，包括整個蘋果型可能肚子比較大的人哈，它這一塊都能給你收得蠻乾淨的。再加上它因為前面做了一個打褶的設計嘛，所以我覺得即便是你把衣服掖進去裡面穿，也會顯得整個人非常的乾淨利落。而且它相比起整個系列其他版本的褲子呢，我覺得都是要更適合小個子來穿的。褲子尺碼涵蓋的範圍非常的大，從 XXS 一直到 XXL 都有。那這次的話呢，我是入手了2個尺碼來給大家做比較，一個呢是這個 XXS， 一個是這個 XS。那我想說，如果你的身高體重跟我差不多的話呢，我會更推薦你去入手 XS 這個碼數。那個子比我還要再小巧一點的朋友呢，就可以去入手這個 XXS， 就是屬於是小個子穿，完全不用去擔心褲腳裁剪這樣一個問題的褲子。顏色的話呢有2個，一個是這種淺藍色，還有一個是偏原牛色的一個這種深藍色。我個人其實是會更推薦這個深藍色，因為我覺得這個淺藍色做的有一點點微微的粗糙，就是它整個的這種刷白的部分呢沒有說很精細，實物看到了之後不如照片這麼的有質感。所以呢，想要讓整體穿搭看起來更顯貴的話，肯定是這條深藍色會更勝一籌。整個的腰頭，然後褲子臀胯這邊呢，我覺得屬於是修飾的非常好。XS 的長度呢，對於我來講是剛剛好的，那 XXS 可能會稍微的有一丟丟的短。那根據我這麼多年的經驗，再加上看到它的成分表寫的是100%的這個棉，那麼這一條褲子呢，如果你是扔洗衣機、烘乾機出來之後，肯定是會稍微小一點的。那遵循的一個上緊下鬆啊，我給它搭配了這一套。首先呢，一個就是這個淺藍色，直接去配上一個非常簡單的這種掛脖的背心兒就可以出門了，屬於是這種夏日非常乾淨簡單的穿搭。那如果等到稍微換季的時候，外面去罩一個針織衫，或者選擇一件開衫，甚至是你有通勤需求的，直接去套上一個黑西裝就可以了。那你覺得這樣直接穿會顯得有點乾巴，有點無聊？像深藍色的這一條，我其實是在腰部這個位置啊，去配到了一條我之前不知道在哪兒淘到的一個這種小小的腰帶。除了能夠在顏色上做一個銜接之外呢，那當然也可以讓整體的這種腰線比例顯得都更好。那像今年很流行的，不管是絲巾繫腰間啊，或者是這種比較誇張設計的腰封，都可以通通利用到這個穿搭公式當中。雖然說好多品牌都已經開始紛紛上秋款了，但是最近這個天氣還是蠻熱的，應該會一直持續。那大家在這種熱的天氣，包括整個溫度就可能來回大跳躍的時候，就晚上睡覺的時候，我不知道會不會就是有這種很容易燥熱、很不舒服的感覺。我們家前1個月吧，2個人都睡得不是特別的好，但是我最近呢，整體的睡眠質量是非常的高的。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換上了這個新的涼感被。那其實呢，稍微就是關心過這個睡眠質量的人，應該都會知道，晚上睡覺前盡量的是要把自己的體溫降低，才會更快、更好的去入睡。而且睡覺的時候，人的這個體溫如果過熱的話，是很容易被熱醒的嘛。再加上我老公就屬於是那種非常易熱的體質，嘗試了很多的被子之後呢，我覺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一款，它整個是這種可機洗的真絲涼被。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這種蠶絲被什麼的，就打理起來還是沒有那麼的方便啊。但是像這一款它可以機洗的，就完全不用擔心。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不用再去套外面的那個被罩，因為它整條可以機洗嘛。
你就直接把它當成一個普通的床單這樣來去對待它就好了，就用起來的時候是非常方便的。你摸到手的时候，你就會發現它是这種冰冰涼涼的感覺，它是通過這種快速導濕去調節體表溫度，能夠讓我很快的就是把這個很熱的這個身體就給降溫下來，而且入睡的時間呢會變得更短。再加上這種涼被啊，市面上也蠻多的。那其他的涼被呢，可能就蓋上一下會涼嘛，但是呢就會越睡越熱，慢慢的它就會被你的這個體溫給捂熱了。但是這一條的話就完全不會，它的熱量不會積在裡面，它有用到這種透氣的導風結構嘛，所以就會讓整晚持續非常涼快舒適的一個溫度。而且呢，因為我剛剛說整條可以機洗，所以你就不用再去套那個被套。就每次換床單的时候，我最討厭的就是套那個被套，然後有些時候可能被子的腳沒有綁好，裡邊的背心就會亂跑。就這個的話，它就直接就蓋上了就好了。那不管你是放在自己的臥室用，又或者是放在客房，甚至是他們有不同的 size 可以選擇嘛，我覺得你準備一條在辦公室裡，然後午睡的時候也是可以用到的。整體看起來雖然說非常的薄，但是它填充的是160A 等級的桑蚕絲，整個上身就是這種被包裹的雲朵的一個舒適感。而且剛剛說可機洗，它也是可以烘乾的，所以即便是家裡沒有陽台，像可能住公寓什麼的這種，就只有洗衣機跟烘乾機的話呢，也是完全不用擔心的。那它总共是有3個顏色，那我選的呢就是比較簡單的這個奶油白了。我自己是覺得比較明顯的感受是，我在姨媽來之前，這個體溫其實是會非常奇怪，就很容易燥熱。那之前沒換這條被子的時候呢，那一段時間就是老是會被悶熱，會被熱醒，再加上可能晚上啊要用那種比較長的衛生巾什麼的，就很容易悶出一身汗來，睡一覺就醒好幾次。但是這個月我們換了這條被子之後呢，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所以如果有任何就是你覺得熱呀，睡覺睡不好呀，就可以去看一下這條被子。除此之外呢，我還在他們家入手了一套這種真絲的睡衣。他們家的真絲睡衣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了，是这種長袖長褲的版本，也是屬於可以機洗可以烘乾，我反正打理起來就是完全不用腦子。那我就想說夏天就換一套稍微涼快一點的，但是膝蓋這個地方還是要捂住嘛，所以我就選了一套這種上面是吊帶的，下面是長褲的一個版本，穿上去也是非常的舒服，不用擔心會起劲，跟這個床品也不會有任何的摩擦，再加上它整體就是這種吸濕排汗，我覺得這套穿起來不管是睡覺或者是當居家服，都是一套非常舒服的選項。我最近有用到一個超級棒的曬後修復，想要分享給大家。它其實是來自於伊菲丹的一個超級面膜加膠原水的一個組合。我最早呢，其實是我記得應該是在香港轉機的時候呢，買了他們家那個防曬，那個防曬真的很好用。但是我記得伊菲丹其實美國那個時候是沒有官網的，那他們最近呢是有開了官網，那買東西就會方便很多。我就想說對這個牌子印象也很好的，就來試試看他們的这個口碑很好的超級面膜。買回來之後呢，因為就忙着出門玩嘛，也沒來得及用。直到那一天呢，就是坐船看紐約地標，下午3點那個太陽真的就是直射我的臉，甲板上面沒有任何的遮擋，就這麼乾曬的一路啊。當時就是顧着拍照啊，看風景啊，完全就沒有意識到。回到家一摸臉，是燙的。卸完妝之後，你就可以看到整個敏感肌就是會有一點點紅紅的狀態。那我其實之前也有被曬傷過，那我太知道這一個走向了。曬紅只是一開始，第2天呢就會開始變暗，再加上乾啊、起皮、卡粉，然後一路呢就可能會有那種更嚴重的皮膚比較敏感的狀況出現。然後我當時就靈機一動，因為其實我入手這個伊菲丹的這個超級 CP 的時候，我其實是只是想要讓它幫助我的臉做一個滋潤啊、保濕啊、蓬瑩的一個效果，根本就沒打算拿來救急。結果那一天我就想說試一下吧，就一套組合全打下去就立竿見影這個效果。首先就是我先就是按照他們官方推薦的這個辦法去操作了一遍，就是這個膠原水先輕拍3遍，它是主打的一個可以用跟這個超級面膜同源的成分，先打開通道。第2步就是去塗這個超級面膜，不需要塗得很厚重，只是能蓋住膚色就行。它整體的這種質感是有點像翡翠
冰冰的一樣的感覺，這種淡綠色的膏體塗上臉之後，可以看得見這個綠色嘛，你就能感覺到它這種冰冰的一個降溫的感覺。大概塗抹停留15分鐘之後，它就會變成透明的。這個時候呢，再用膠原水，然後放在这個化妝棉上，直接把這個超級面膜擦乾淨就可以了。全程你不需要去洗臉啊，不需要去碰自來水。這個品牌的話，原本就是在做這種院線 SPA 用的一些產品。那全球大概我查好像是有300多家頂級的 SPA 和高奢的這種酒店水療都在用這一罐，就是在家敷這15分鐘，又是一個救急，然後擦完之後臉真的會有那種紅的感覺會退掉，並且呢完全不燙了，臉是潤潤的，有光澤的，而且呢第2天起床，我這個上妝的狀態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完全沒有卡粉，臉甚至比頭1天的狀態還要更好，就屬於是那種曬完了之後沒有影響，反倒比沒曬之前更透亮了的一個感覺，能夠救急的產品嘛，而且效果也是立竿見影的。那這一罐我這次試用下來之後呢，我也是準備給我老公用上，因為他整個的鼻子這塊好像也是曬得比較紅了，我覺得是比我用過的差不多價位的護膚品都還要再讓我驚喜的一款。紫紅色的這個圓領的衛衣呢，它其實是100%的棉做成的，料子摸起來非常的舒服。領口這邊有額外給到一圈螺紋收口，再加上它這個交叉型的設計，就會讓它洗烘的時候更不容易變形。這一件的話呢，我入手的是 XS， 其實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點大，想要讓它更合身一點，可能 XS 會更合適。就像模特一樣，直接簡單的去搭配他們這種有一點淺藍色的襯衫，然後下面再去搭配深藍色的這條褲子就可以。又或者是也可以去搭配任意淺色的下裝，不管是米色的、白色的，甚至是像我這樣去配上這一條淺藍色的牛仔褲，通通都是成立的，屬於是換季很好穿的一件衛衣吧。售價是49.9塊，我看它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衣櫃裡面可能會最需要哪一件來做一個中層去選擇這一件衣服的顏色。上身的質感呢非常的綿密，再加上它下摆是有这种螺紋收口了。像我如果想要露出一截白色的內搭的話，我就會把這個下擺給它掖進去，那整體呢看起來顏色銜接就會更加的自然。那接下來的話呢，就是這一次 C 系列非常主打的一個單品，也是他們去年這個時候賣的超好的一件單品，就是這個紅色的白拉鏈的一個外套。那這件外套呢，我沒有買紅色，一個呢是我覺得它這個版型配上紅色就沒有很戳我，再加上呢它中間的這個拉鏈實在是有一點對比度太強了，所以最後呢我是入手了它這個紫色。它不管是跟這種沙色啊、淺咖色，又或者是這種酒紅紫棕色都還蠻搭的，甚至是你去配白色也會非常的好看。這一件的話呢，整體摸上去的這個質感非常的軟糯，而且是有一定彈性的這種針織，再加上呢整個的設計剪裁非常的乾淨吧，立領起來穿的還蠻飒的，又或者像它這樣去搭配同色系的這種半高領的內搭也蠻好看的。By the way， 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個 C 系列秋冬，我覺得最推薦的、最值得入手的，肯定是他們這個半高領的內搭。去年的話，我基本上是包色了吧，就是在冬天的時候非常的簡單好穿，又很舒服，是有這種保暖內衣的一個功效。但其實你穿出來，把它穿在外套裡面，露出來一截領子，甚至是到了室內脫下外套單穿它都不會尷尬的一件內搭。這個的話呢，兩側是有口袋，它這一個紫色呢，跟我之前分享過的這個 C 系列的這一條這種紅棕色的絲質半裙，是不是有一個很好顏色上面的順應，但是呢又有這種材質上面的一個對比碰撞效果。同樣的，如果你沒有這種接近色系的單品呢，就可以直接去搭配白色的半裙，也是一樣的效果。像這一件拉鏈開衫外套，我覺得相比起配褲子，它可能配裙子會更不容易踩雷，而且會有一個很好的這種風格平衡的一個感覺。那同樣也是做到了一個同色系的穿搭，就是這一套綠色，不管是這個上衣和裙子，它都是優衣庫的。這一條半裙的話，應該是去年整個優衣庫夏季 Top 5。我之前有分享過一張榜單，我覺得最值得入手的一條半裙。Anyways， 但是這條半裙我穿的是 S 碼，現在好像 S 碼有點鬆了，它有點往下掉，所以看起來裙長會比較的長，非常防皺的，而且整個質感也非常的好，可以看見這個光澤感。然後去配上這個同色系的襯衫，是不是一整套就很有 roommate 的一個感覺？那去配上一個比較簡
簡單的白色配飾，屬於又簡单又好穿，然後又很容易穿出高級感的一套。搭配用到的這件襯衫呢，其實是一個男女同款，它总共是有3個顏色。面料的話呢，其實細看它會有一點點微微的一個光澤感，正好能夠跟裙子有一個很好的呼應效果。整體的廓形剪裁我還蠻喜歡的，像我这樣就是配半裙穿的时候，因為它側面有給到一個小小的開叉，所以你前面這一截塞進去的時候，整個衣服的側面腰側這一部分完全不用擔心說會顯得臃腫。再加上就是它整體是這種非常垂順的面料，所以穿上去也會比那種比較立挺的襯衫會更顯瘦一點。如果你是上半身比較豐滿的朋友，我覺得相比起他們主打的這個立領襯衫款，肯定是這一款柔軟的垂墜感會更適合你，穿上去也會更顯瘦。那同一個款式的呢，我覺得它這個深綠色也是蠻好搭的，但是如果想要配深色下半身、淺色下半身都能夠順應的話呢，肯定還是這個卡其色會更出彩一點點。我有看到有朋友直接拿這個綠色去配上了同樣也是這一次色系很特別的這個牛仔褲，但这個牛仔褲啊，小個子應該就是沒有辦法穿了。我看了一下他們的尺碼表，非常的大，所以就直接就 pass 這一條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連續收到的2個 Le Labo 的城市限定香水。正好那天我去紐約 SOHO 逛街的時候，我發現 SOHO 的門店裡面也是上了整個19支全系列的這種城市限定香水。首先一個呢是京都的這一款，京都的話呢是他們2024年推出的，也是 Le Labo 在東京之後呢推出的第2個的日本城市限定。這一支的話，整個靈感其實是來自於京都啊，會在初冬短暫綻放的一種桂花。那因為京都這個城市呢還蠻特別的，它其實是有這種傳統跟現代的一個融合美嘛，所以這一支它並不是一個非常傳統印象裡面會有的這種桂花香，相反的，其實我聞起來它會更像是有這種乳香啊、薰衣草，很乾的，帶一點點這種微微的煙燻感，整體會讓我覺得有這種我們在點這種線香，然後再加上樹脂這種很純淨的一個味道，就屬於是這種乾淨不厚重。桂花呢會在中調才慢慢出來，會很像是那一種打得很綿密厚實的，有點像奶油感的一個桂花香味。我覺得這一支的話呢，在秋冬或者是你整體是比較喜歡偏禪意，希望這一支香給你帶來那種很寧靜、很安靜、有點寺廟的這種修煉感覺的人會喜歡的一支香。還有第2支呢是首爾，是2020年推出的一款，整體走的是這種柑橘、香水、檸檬作為打頭，然後中間會加有這種生薑啊、茉莉，整個的基調其實是雪松加麝香。這個名字啊，雖然說它叫香檸，但它其實並不是一支檸檬香水，那種柑橘的這種感覺呢會很短，很快它就會變成一個茉莉、生薑很輕柔的一個花香，整體是屬於偏溫柔、朦朧，帶一點點那種肥皂的乾淨感。那我覺得這一支香的話，它對比起京都呢，會更適合你想要展現出這種偏甜一點點的感覺，或者是說今天就是想要在很熱的夏天，想要噴一個聞起來很乾淨，但是又很低調的一個香味，我覺得這款就是非常合適的。包括他們最新有發的這個北京的城市限定呢，在紐約的店裡面我也有聞到。我個人最喜歡的呢，可能還是京都這一款，會更偏我平常會選的這種木質的線香的比較禪意的一個感覺。接下來最後呢，是之前我跟大家測評 C 系列的時候就有推薦分享過的，就是這一個他們有一點點像太空棉質感的衛衣套裝。那像上次的話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們這個闊腿有點彎刀褲版本的這條運動衛褲，這一次的話我入手的是有一點偏西裝感的中縫線的一條直筒衛褲，這一條的話就非常推薦給所有就是你平常喜歡穿的比較休閒，一套整體顯得很乾淨的配色，這一套就絕對不能錯過。我選擇的是這種有一點點燕麥色的，它這個叫自然色。除此之外呢，它還有綠色、紅棕色、黑色、灰色。褲子的話呢，我穿的是 XS， 屬於是一個剛剛好，不管是褲長、腰圍，整體的修飾都是非常完美的一條褲子。而且因為它整體的這個中縫線做的，就會讓這條褲子顯得非常的立體，屬於是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腿型不是特別的直，而且小個子不希望就是穿那種 baggy 的運動褲看起來那麼的拖沓嘛，
這一條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腰圍這個地方裡面是有給到一個鬆緊帶，兩側也是有口袋的，穿上去是那種比较厚實的一個感覺，沒有說很垂墜很薄，但是呢又不會說显胖的那種感覺。同樣面料的这個上半身的部分，我選擇的是這個半拉鏈的一件衛衣，那它當然有戴帽的圆領了，看你自己的一個喜歡，但是我覺得這個半拉鏈的是蠻舒服的。這一件的話呢，我上身的一個尺碼是他們的一個最小碼，就是比較 oversize 的感覺，只能是套在外面，面料很舒服，一整套这種顏色穿起來就會顯得你的人很乾淨又很挺拔。兩側的地方呢是有給到這種暗藏的一個小口袋的。我都可以想到這一套就這麼穿，在不是很冷的冬天，外面再去套上一個駝色系的大衣，就會非常簡單、乾淨又好看。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視頻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內容啦。那這一次 C 系列我挑選出來的單品都不是特別的多，但是每一件都是覺得大家可以很好的利用到平常的穿搭生活当中嘛。那不知道你有沒有入手 C 系列的单品，然後有哪一件是你比較喜歡的，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評論告訴我。那今天視頻裡面提到的所有單品信息鏈接，包括我上身可能用到的鞋子啊、包包啊，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那再一次感謝你撥空觀看我的視頻，我是艾琳，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